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30号，比特币将迎来史上第3个非常重要的黄金交叉，这里面的意义跟知识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因为这几天一直在给朋友们信心，20K 下方买入的一定要给我坚定持有，30几天的比特币都没有大波动，没有继续往上涨，很多人也是开始担心到底会不会走熊，或者是底部抄底的筹码要不要在这个位置做对冲。那我给大家再一次坚定的信心，Vegas 指标已经是迎来史上第3个黄金交叉，历史上19年黄金交叉，它后面也还会有上涨，或者是15年的这个位置黄金交叉，它后面是怎么涨的？或者今天也来聊一下比特币在日线里面这个箱体的知识，8天的一个知识，我们要怎么去解读，以及这2天狗狗币的波动。上一次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希望朋友们你期货如果要再搞，尽量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这条白色的0.076 的位置。所以有做对的朋友，不管是17号的或者是上一次26号做对的单子，你可以尽量给我报成大长线啊。因为马斯克的推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也是发了一条推文 Something special coming soon，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马斯克是在暗示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叉会不会跟狗狗币有动作？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个 Vegas 通道交叉的意义，金叉的意义要怎么解读哦？理论书籍上都是跟很多投资者讲，黄金交叉你应该要做买入的动作，确实是没错，要做买入的动作。但是买入要怎么买？我的观点是你应该找压回的低点去买，期货一定要尽量找压回的低点，现货我都不反对。这种黄金交叉的意义是给我们底部抄底的投资者再给我们坚定的信心，看到信号已经是确认黄金交叉，未来肯定是价格要往上继续给我往上大涨。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是这样子，Vegas 通道它就是一个均线的原理，一个是144的通道，还有一个黄色的这2条线，它是长期的成本通道，576跟676的成本。既然这个白色的成本是144天买入的成本价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从这个位置拉到144天，它的成本是在这个区间附近就是整个成本是在这个片区，是在穿过这个576跟676的通道，那你自己拉到更早之前500多天，整个成本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短期的成本既然是在上穿这个长期的成本，代表的意义就是短线买入的这些或者是中线买入的这些成本，它是会被500多天就是长线买入的这些成本给保护，主力的成本在保护这些中长期或者是短线买入的成本。所以趋势交易者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你在每一次波动它有压回来的一些位置，在这种趋势的位置给我找压回的买点。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既然这个位置是在金叉要开始做一个交叉的动作，不过为什么盘势还是这么纠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576的成本，如果你拉到高点的位置576，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目前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在震荡也是为了化解，把上面的这些套牢的筹码利用时间再拉个多少天。我们可以从这个高点开始拉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因为目前的价格是很接近这个区间，差不多是150天左右就是这整个区间还有一部分576的套牢筹码，它这条线是不是要再震荡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100天或者是150天左右？到时候看会不会进行往上突破？因为这2个已经是在金叉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去参考历史的一些经验当时比特币在19年的这个底部筑底整理完以后，也可以观察一下，它这边很像是一个底部的上升三角的形态所以它后面往上突破，第一波涨幅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Vegas 通道144跟576的成本开始进行一个黄金交叉，而且这边的空间是涨幅有一点大如果拉到最高的一个位置是超过3倍，那如果我们判断它金叉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涨了180%左右，所以我们就观察一下，它当时在这个位置金叉的位置，这边是有一个箱体的区间，如果不看上面这整个上涨的形态，
后面它压回来的一些位置，是不是也是在这整个区间，感觉就是在整理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的一个走势，也是一样，就是比特币在2015年底部筑底的时间是更长，然后它第一波初步牛市上去以后，也会重新再压回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甚至压回以后，它再一波上涨，直接把这个144跟576的通道走成金叉的结构，它还是会有震荡，或者是继续洗盘。就类似我跟大家讲的，这整个区间全部都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只要指标是在金叉的结构，就是在确立前面底部的筹码来之不易，就是主力在这边不断的洗盘震仓，或者是制造恐慌事件，或者是整个市场对整个经济的悲观预期来制造假象，骗很多散户在低位杀出那么多的筹码。所以15年的形态是这样子，我个人观点，目前2022年的这整个底部就是主力利用恐慌事件，或者是制造那么多的悲观预期，让很多散户筹码卖在这么低的位置。所以我们要逆向操作啊，买对的筹码你就尽量给我抱住。现在已经是整个指标是在减差。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技术形态啊，这整个大箱体主力在这一根 K 线是确定突破，因为突破完以后，现在是多少天？可以画一个时间过去观察，就是已经是38天了，还没有回到这个箱体。所以我的观点，它这根 K 线是有效的突破。当然，朋友们也要防一点，就是这个位置，它如果盘中瞬间跌破到这个位置，有可能真正的买点会不会在盘中瞬间破到这一个 28.2K， 然后收盘的时候再收上来，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8的一个知识啊，就是朋友们看到箱体震荡的区间，或者是这种箱体震荡的区间，或者是这种箱体震荡的区间，不管它是往上突破还是往下跌破，8天之内要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重新回到箱体里面，有可能那个位置上去就是陷阱，或者是下去就是陷阱。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的这个区间，跌破8天之内重新回到箱体，那这个位置确定就是陷阱。然后往上突破，观察一下8天之内又回到这个箱体，这上面就是一个陷阱，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往上突破上去就是一个多方陷阱，因为它在8天左右，你可以自己去计算啊，从这一根开始8天又回到这个箱体，或者是这个位置突破3天，这个位置突破3天到4天重新回到箱体。所以这整个区间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这么大的一个箱体，8天或者4天都是重新回到箱体。现在这个位置突破，我的观点是已经38天了都没有回到这个箱体，更不用谈8天，这个位置就是有效的突破。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你去留意一下，既然这边也是一个箱体，那现在是一根跌破，又加上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8天左右有没有可能重新还到这个箱体？也是不排除。如果是能反上去，那我的观点是，朋友们，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它会不会突破这个高点，因为上一次有跟大家讲，到底这个位置整理的时间是不是要再维持100天，就类似前面的这几个位置，回到箱体里面，它上去也不会再去突破，或者是这个位置破，回到箱体它也不会再回上去，后面是最终时间整理了接近100天左右，才真正突破了这个白色的箱体。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时间会不会复制这个位置的时间，也是不排除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狗狗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啊，因为目前趋势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至于短线，上一次是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的还想再做多的朋友，就是这个白线的位置有做对的这一根 K 线，你也可以留意一下一半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或者是朋友仓位问自己的仓位哦，因为有朋友是在问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你可以一半一半来对待。至于短线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这个位置，上一次的这个矩形的高原位置，短线是有一点压力哦。然后周线里面，也就是上一次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目前的整个下降趋势，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一周收盘能不能给我突破这一个下降趋势，尽量给我看涨未来狗狗币的长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